我们5年前就在一块了，当时特别的美好。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不想在他身边待着了。他说他想走，然后我当时也劝过他，我这么多北漂，你觉得你在北京能混出什么来？在北京自然而然就跟他分手了，但是分手之后，我感觉我自己过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年初我又回到这里。回来以后呢，说想和我复合。我当时也纠结，就和他算是复合了吧。现在我发现他变了，我觉得我跟他格格不入。现在呢，感觉已经回不到5年前那种状态了，所以我非常苦恼。就这么短短的5年，我们就回到一块了吗？你能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5年的时间，真的回不去了吗？一定是回不去了。可是，一段情感，在经历了岁月的打磨之后，有没有可能由于岁月磨得更精彩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郑27岁，来自山东，是一名设计师；女嘉宾小文28岁，同样来自山东，是一名个体户。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主任好。这个小片看起来跨度很大，我们先从你们相识开始说一说，好不好？那我们相识在5年前呢，感觉还不错，就很自然的走到一块儿了。然后在一起好景不长，大概不到1年，他就说想去北京实现自己的梦想，去闯一闯。然后一去就是3年。那你这3年之间你们算什么关系呢？就是和平分手嘛。14年的时候，他就给我说回济南了，就说我觉得咱们在一块儿感觉还是和以前一样很好，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复合来？我当时纠结，毕竟我们认识好久了，以前有过磨合期，我觉得应该还能够，就说如果再在一起的话，应该磨合期会更好一点。这一磨合的怎么样呢？磨合是大半年了啊，断断续续的，也吵过架，也分过手，其实。然后我也感觉他变了特别特别多。以前是一个很贴心、很正能量、积极向上的一个暖男，而现在变成了啰里吧嗦、唧唧歪歪、抠门小气的。我这叫啰里吧嗦吗？我这是在对你好。那你觉得他变了吗？他也变了。5年前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单纯简单的一个女孩。那我现在就不单纯简单了吗？你现在变得很物质。物质？对，这不叫物质。社会在发展，那5年前啊，一个西红柿多少钱？一个鸡蛋多少钱呀？那现在多少钱呀？对不对？那5年前我头发还不用做呢，那我现在做个头发也要上千的呀。但是每次给你出门都是几百块钱的花，这么久。那我有花你的钱吗？你虽然没花我的钱，但是你有没有考虑我们以后每天都这么花钱的话，我们以后怎么过？我以前的时候带他去小店买衣服，然后100-200块钱，他穿的也非常漂亮。到现在他一买衣服就几百几千的。女生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个月大概6-7千吧。6-7千啊！我再问问哈，就是在你们分开这3年，你们各自都是在这么单身的一个状态飘着吗？我当时相对来说比较你呢？我之前在北京谈过2个女朋友，非常漂亮，很时尚，但是她们也同样也很物质，工资大部分钱都花在她们身上的，而且她们也并不领情，也不断的索取，我非常受不了她们这种方式。也就是说，你是因为养不起别人了，退而求其次选的我，对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说我不花你的钱呗，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不花钱的姑娘相对来说好一点。我还想问哈，你在北京待得好吗？原本以为吧，在北京可以是过得非常丰富多彩，然后到了之后吧，伴随而来是经济上的压力，也换了不少工作，一边上班一边还要干兼职。所以你回济南算是？我回济南也是，首先是这个，我确实是在北京承受不了这个经济压力。工作不顺利，然后感情不顺利，不时想起我们之前的那种感情。你是因为在北京受了伤，所以你要回济南去疗伤，是吧？也不是这么说，我确实很怀念当时感情，而且我确实亏欠他太多，我想弥补。女生，我想问问啊，如果他当时没有离开济南的话，有那么1-2年，你们是不是也该结婚了？有可能到现在应该有结果了吧？那他去北京就这么无疾而终了吗？当时就心里不痛吗？当时我也年轻嘛，我觉得女孩子很要面子并且我觉得我还有选择的余地。既然他不珍惜我，那我何必要挽回他呢？我特别喜欢你的坦诚。他说他回来找你是想补偿你，你答应他说试试看是为了什么？现在年纪也摆在这里了，我觉得我想要一个年龄大了，对，要一个就是安稳一点的感情。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是一个安安稳稳可以结婚过日子的人吗？在我以前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呢？现在他经常会为一些琐事来和我吵，比如说我去做个指甲，他就淡淡的说了一句还行，要换以前的肯定说不错
重点是他顺便还问了我一句，说多少钱呀？我说还好300多块钱，瞬间他的脸就拉长了，天天叨叨我，谁受得了？300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你为什么非要把300块钱浪费在做指甲上？那我为什么？我愿意，我喜欢呀，这就是我的消费观念呀。你有必要吗？你的我怎么就没有必要呢？我怎么就没有必要？你去喝酒吃饭就有必要？我觉得也没必要啊。我能问一句吗？行。他现在这样，你跟他分手，你接受吗？我觉得年龄这么大了，既然选择了复合，是深思熟虑的。我问你个问题啊，女生一个月挣6、7千，男生一个月挣多少钱？我是4500。你大概一个月消费多少钱？自己消费也就2000不到就够了啊。但是为他消费的话，那就说不准了。都为他消费些什么？就是买衣服吗？买衣服哈，一般还是他买。每次吃饭啊、朋友聚会啊，都是我掏钱。实在太多，我这个消费1次2次。你是担心以后娶了她，日子过不好是吗？也不是，我会用我的努力让我的生活改善，而不是现在的浮夸消费。我们可以积累点钱，然后将来我为他买房买车，这都可以。你能给我举例什么叫浮夸消费吗？他完全可以是几十几百块钱，他非要是几千块钱的花，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是绝对不可能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的。你就不知道我绝对不可能倒退的。你知道为我考虑吗？为我让步吗？你这么说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为我想想呢？并且是走的时候的是你，复合了也是你，那么现在有那么一点点要求，我让你跟随我的脚步，难道就不可以吗？我是跟随你脚步，但是你确实变化太大了，跟5年前简直完全不一样了。我怎么就完全不一样？我不是长得不一样，我是整容了吗？好，这矛盾看得确实让人揪心。曾经相爱，也许今天依然还爱，但是5年前的那个他，好像一个种子就在彼此的心里，他怎么就那么不一样了呢？这段情感何去何从呢？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丘比特问卷。在我的观察里，2个人都在变化，毕竟5年。但是在我的判断里，2个人都没有成长。先说男方想去北京打拼，原因是济南做不好，到北京一再失利，事业情感，最后又重新回到了济南。但你发现以往的旧情人在复合的时候，再一次遇到了冰山。这几年当中，其实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回避和被动，一点点的褪色，甚至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女方的一句话让我很心痛，这么大的年龄了，这个该叫结婚了，所以你现在也是被动的在做这份艰难的选择，你不是主动的换取你自己的幸福，而是没办法了。所以2个人的感情都是被动的感情，被动的走在一块儿，你们根本就不是谈恋爱，都是在找彼此救命的稻草，在最困境的时候想再挣扎一下，满足一下当下的现状。但是未来呢？你们考虑过没有？过去那5年，在未来还会翻倍的发生，你们能够承受得了吗？所以分开，寻找自己的成长，然后再去告诉自己什么才是你适合的生活，什么是你自己喜欢的对象，而不是被动的去依赖对方和被动要把自己嫁出去，来满足别人的一个期待。爱情如果只停留在回忆当中的话，那你连曾经的那些美好也会失去的。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生活目标有特别大的区别哈。男孩的目标就是活着就得了，然后吃饱了穿暖了，但是女孩的目标就是要生活，而且她要过有质量的生活。所以你看她的指甲，她的头发，然后她对于一些细节的这个要求，其实她在追求更高的一种生活的品质。而且我觉得一个6、7千收入的女孩子完全可以过她想过的生活，不要在28岁的年龄让自己去将就，因为也许到了38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过得更惨，那个时候你会比现在年纪要更大，选择的空间要更小。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舞台上，我倒觉得是你们一个重新开始反思生活的契机。男孩如果说物质的话，你口口声声说女孩物质，但如果真说物质，恰恰是你所有的衡量标准都是要以钱来决定，甚至于不顾他的感受。我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只是现在痛苦一点，将来就会幸福。不是你的出发点是幸福，你错了。你的目标是幸福，但是出发点是不幸福。如果
这个女孩给了你想要的一切，抚慰了你的伤痛之后，你会怎么样？你一定还会再次去寻求你未曾达到的那个目标，你甚至可能再次抛弃她，因为我的伤疗好了，仅此而已。女孩，其实你的目的也不蠢，你现在只是说我年龄大了，我需要找一个了，而且我需要找一个安稳的。你觉得以前那个他很安稳，但是之间你没有爱情，直接步入了安稳，可能吗？那只能是搭帮过日子，没有爱情的日子能安稳吗？所以出现了唧唧歪歪呀，种种他那样讨厌的事情出来了。想找一个安稳的，就得找一个顺心的；想找一个顺心的，必须得不将就。我需要安稳，你需要自尊，所以在一起你们是爱情吗？当然不是，所以当然要分开，就在现在。这个女生没有什么问题，她的消费观我真的觉得没什么问题。她唯一的问题就是像老师所说的，想跟你凑合着在一块过，6、7千块钱这样消费物质了吗？而且人家花自己的钱，是你不行。你始终在强调一点，说要回到从前。从前是什么样子呢？用几个关键词我来帮你描述一下。第一，朴素。第二，自然。第三，本分。你这样去要求他，你想想看，你自己朴素过吗？你自然过吗？你安分过吗？你是落荒而逃回到济南，你说你是来补偿他的错误，你是让他来补偿你的。我们说未经失恋不懂爱情，未经失意不懂人生，但是经过了这2段，你们什么都没懂。你是带着失恋去了北京，虽然这个失恋失得莫名其妙，你根本就没有带了一丝一毫的失恋的痛苦而去的北京，但是经过这次失恋，你没有成长，没有更加懂得爱情。你在北京混得不如意，你带着失意又回到济南。按道理来说，应该彻底的清醒，认识自己该适合什么样的生活，该怎么去努力，你也没有认识到。你是带着失恋和失意的双重失望跑到济南，然后要求别人像当初一样的给自己维持那仅有的一点自尊。你不觉得你很自私吗？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你4500一个月，这个东西不算什么。人是3节草，不知道哪节好，但最关键是你内心底的那点自卑和自私。你自己又挣得不如别人多，人家又不花你的钱，你在这唧唧歪歪干扰别人的经济独立。你走之前5年前你就没对别人负过责任，为自己的诺言负过责任。你在这儿现在在这儿指手画脚，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再来指手画脚，好不好？女生，你还是要求生活质量，你应该是想找一个生活还算富足的男人，这也没有什么错，但是目前没找着。我有一点想问你，5年前你走的时候，虽然你找了他半天没找着，但是你痛苦了多久？因为有1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没有联系我，后来你为什么不去北京找找他，看看这臭小子在北京活得怎么样？北京太大了，我去哪儿找他呀？好吧。看来你也不是个重情的人，或者说当时也不是爱得那么深。也不是，当时我有朋友也在劝我啊，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有北京有个姑娘是为了姑娘去的。那又怎么样呢？你要是喜欢他，就应该追着去呀。那肯定不行，我也身为一个女人，对吗？我不想跟另外一个女人去抢她，而想让她做自己的抉择。对不对？我觉得让她自己选嘛。你的意思是说我应该有我的自尊呢？对。对不对？对，我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是。那你既然这么有自尊，怎么说得出那么没自尊的话呢？我觉得其实他的经济条件确实不行，但是因为我年龄大了嘛，所以我想跟他凑。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没自尊吗？但是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你谈什么自尊呢？我是觉得我爸妈年龄也大了。你拉倒吧，又把爸妈扯出来了。我告诉你，爸妈听了要生气的。不要动不动把爸妈扯出来，就是自己的事儿。你们2人的实际条件就是当初爱也爱得不够深。分呢也分得不够狠，现在呢碰到一块儿，实实在在是2个人混的都不行。他是爱情事业都不行，你是爱情上也不行。2个失意的人跑到一块儿想凑合过日子，将来只是一个更大的悲哀而已。那很多人也是平平静静的过一辈子了。不是这样的，你不要这样说。很多人是看穿看透，或者是收了心了，
愿意在一块过日子。你们没有，你们还有要求。如果你们没有要求，就不会吵架，不会吵架就不会到这儿来。你听听你对他的要求和他对你的要求吧，都是有要求的，心里不是没有渴望的。算了吧，留5年前一个简单的念想算了，干嘛撕破脸呢？彼此祝福吧，就这。钱不是问题，兄弟啊，独立才是问题。姑娘也一样，所以我有时候想，时间真的改变一切，但是有一些东西时间是改变不了的，比如说精神力，比如说灵魂，比如说独立性。你没有这些的时候，时间太容易改变你了。但是当一个人具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时间拿你没招，它只能剥夺你的容颜，但是它剥夺不了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那点东西。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记着5年前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说有笑，有哭有闹，我特别怀念那一段时光。我会改变，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现在挺纠结的，因为我担心你真的是改变不了的，因为时间真的在你心底下烙上了很新的印记，就是你已经变成这样了，很难再回到一个正能量的一个我喜欢的那种人的状态。我们可以一起改变。我考虑一下行吗？希望你可以。我只是觉得你变化实在太大了。时间到，我一直不相信5年时间能把一个人改变成多大。骨子里是阳光的，遇到多少困难他依然是阳光的。来吧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我录他们俩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是揪着的。整个节目的录制今天让我都特别的揪心，我的心理节奏一直是想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因为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特殊的观众，他非常喜欢我们的爱宝，他一直也关注我们的爱宝。即使在他病重的时候，他听说爱宝今天5周年的特别节目，他说他想来。他又正好坐在我的对面，经常表现的是疲惫和体力不支的那一个状态下，我的心里老是想，能不能快一点，能不能快一点。在他的手上还带着医院病房的签儿，他还在住院。今天他的女儿陪他来到了现场，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这对母女，有请。张大姐好，来来来，坐那儿累吗？还可以。我看你经常就趴在那儿了。腰酸。腰酸哈。现在还在医院里是吧？今天是跟大夫请假了吗？对。这上面是他的年龄、床号、科室。妈妈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妈妈现在身体出现了化疗和放疗的反应。总是呕吐，还有腰疼。啊。妈妈是什么病？告诉大家。妈妈是宫颈癌晚期。在我们青岛阜宁县当地查出来的，当时没敢告诉我爸。现在知道了哈。对。然后在我们的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天津肿瘤医院。我和我老公就是想把妈妈治好，不想放弃妈妈。说妈妈一直看我们的节目是吧？对。一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啊，大姐他们告诉我说您的心愿是想到现场来参加一次我们节目的录制是吗？啊，我特别想和佟雷老师跟赵传老师合影。合影没问题，我们跟您合啊，我们跟您合。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特别喜欢咱天津这个栏目。没有病之前，我跟我女儿说，我干什么时候能见到赵传老师和佟雷老师？您这不是来了吗？啊，咱们不也见了吗？这圆了我一个梦。啊，不叫什么圆梦啊！我觉得这个等您身体好了，我们录节目随时欢迎您来，看看也轻松一些，是吧？在我们当地给我剪出来，我就放弃，我说你别给我看了。要看，哪有不看病的？我就放弃了。我女儿跟女婿说啥不干。
我想你要常看我们这个节目，你就知道，在这个节目里从不言放弃，告诉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应该学会去生活，去面对。我看这个手牌上，大姐今年55岁，就是依您的生活阅历，您应该明白坚持的意义是什么。您坚持一天，对于女儿、女婿和一家人来说，就是一个希望，对不对？对。就像您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可能你会想，什么时候跟他们俩照一张相啊？其实说白了，今儿不也就来照了吗？你又会想，我这病什么时候会好啊？哪天病还真的就好了。所以不能放弃，知道吗？对，我一直不想放弃我妈妈，有妈才有家。然后赵老师，我想借助咱们爱宝的栏目，想感谢一下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朋友，没有他们这么热心的帮助和关心，我们也不可能有我妈妈今天这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给你们深深的鞠一躬，真心的特别感谢你们。所以我说呀，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支撑的动力，大概这样的观众也是支撑我们的一部分。今天涂老师准备了一束花，是代表节目组送给您的。谢谢涂老师。在我妈妈得知能见到你的时候，她激动的一晚上没睡。这花是我代表栏目组献给您的，是我们栏目组准备的。其实我特别想说，就这个节目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档节目，但是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它好像不是一个节目，它是个念想。就到了周三、周四吧，晚上看看小情侣之间说说事儿，然后靠我们几个人说说话。每次当你们这么情深意重的说出对这个节目的喜爱，或者说来一次现场能有这么激动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惭愧。我们只能努力把节目做好，你呢，只能努力把病治好，好不好？加油！祝你早日健康。哎，好，加油啊！咱们一起来跟这么好的观众合一张影，好不好？谢谢赵雷，谢谢您啊！以后每年都来，我们也希望每年这些老师来的时候，你也能来，好吗？谢谢您啊，祝您早日康复。来，请回。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时间对一对恋人到底起到的是什么？请开门。谁还记得是来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做了。有什么话对他说吗？刚才四位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如果想改变他人，先改变我自己。我会通过我的努力来证明，来给他证明，到时候我再找他。改变自己，再去追他是吗？对，我要通过我的实力来证明自己。好，谢谢你，请回，加油。